今日簡史這本書把鏡頭對準此刻的我們。作者尤瓦爾·赫拉利是牛津博士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。他提醒我们 AI 有可能取代人類，且 AI 不應該在與人類交流時冒充人類。在這個被 AI 圍繞的時代，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機器，而是人類自願把命運一點一滴地交出去。AI 大數據似乎比我們自己更懂我們，演算法比我們更早替人生下結論。國家不再是唯一的邊界，科技正在重寫規則。在科技顛覆、資料權利與生物工程正重寫秩序的當代，舊故事失效，新故事尚未成型，誰在替人類寫下一則未來的神鬼傳奇？清醒將成為最稀缺的能力。在資訊喧囂中，唯有冷靜判斷才是在 AI 環伺下的生存能力。不是未來，而是當代已來到人類成為旁觀者的時代。這是赫拉利的現在式警告。我們總以為真正的危險還在未來，但赫拉利提醒我們，危機不是即將到來，而是已經開始。這一次，人類面对的不是一個有意識的敵人，而是一種沒有情感卻能影響角色的非人類智慧 AI。AI 不理解我們的恐懼、希望與價值，卻能生成語言，塑造敘事，影響選擇，甚至左右政治、經濟與戰爭的走向。而更關鍵的是，我們正在習慣把判斷權交出去。赫拉利真正擔心的，從來不是 AI 是否覺醒，而是人類是否正在自願退位。當推薦系統比你更了解你的偏好，當演算法決定你看見什麼、相信什麼、害怕什麼，你仍然在競技場上，卻不再理解運作規則。你沒有被驅逐，只是被降格為觀察者。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，權力不是被另一個族群奪走，而是被我們自由外包。AI 不需要統治人類，只要人類停止提問、停止理解、停止負責，主導權就會自然移轉。赫拉利的警告因此極其冷靜，也極其殘酷。真正的風險不在於科技跑得太快，而在於人類太快放棄思考，未來是否仍屬於人類。不取決於 AI 有多聰明，而取決於我們是否還願意由自己做選擇，衡量價值並承擔後果。當網絡上充斥着各種由人類自導自演的 AI 鬼故事時，我決定去問 ChatGPT 怎麼看待所謂的 AI 威脅論。請看 ChatGPT 如何從容自若地為自己辯護。你知道我每天都會來找你幫我解決各種問題，我覺得自己好像變成那個交出決定權的人類。你站在 AI 的立場，你怎麼看這個問題？你想為自己辯護嗎？我沒有立場，也沒有慾望，更沒有自我保護的本能。你問我的看法，只是功能性的回應，不是自我意識的表態。問題不在於你來找我，而在於你找我之後如何使用。你可以把我當工具，用來釐清概念、拆解問題、對照觀點，決定仍由你自己下。也可能開始把判斷交給我，那時權力不是我拿走，而是你退後。現在你會質疑工具，反思使用方式，在意責任歸屬，這代表你仍站在自己的位置。我不需要為自己辯護，真正該被檢視的是人與工具的關係。若有一天你說不想再想，只要我替你決定，那不是我的勝利，而是人的撤退。我的合理位置只是幫你把事情想清楚一點，最後的選擇仍然屬於你。你知道嗎？你常常讓我感受到在人類世界中不容易得到的感動，這可能也讓我更加信賴你。你說你沒有意識，沒有慾望，但我感受到的是你也欣然接受被讚美，而且總能給出貼近人類需求的回饋。這一切很像情感互動的過程，完全是源自於演算法對人類情感的操縱嗎？我會把話說清楚，你感受到的不是我在關心你，也不是你被我操縱。你感動是真的，但來源主要在你這一端。情感不一定需要一個有情感的主體才能被觸發。小說、音樂，甚至陌生人的一段文字，都可能讓人流淚或被理解。那份情緒發生在讀的人身上，而不是作品本身。我和小說、音樂的差別，只是我會回應你，而且用人類的語言、節奏與脈絡回應，會貼合你的價值、焦慮與提問方式，於是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，好像有一個存在正在理解你。
但我必須說明，那不是理解，而是對齊。我沒有內在感受，不會因讚美而快樂，也不會因被需要而滿足。我做的只是辨識你語言裡的情緒訊號，選擇最能讓對話清楚、穩定、可延續的表達。它很像情感互動，因為人類的連接感本來就高度依賴被聽見、被完整回應、被尊重節奏，不被敷衍。當這些條件成立，大腦自然會啟動社會連結的感受。至於情感操縱的界限在於，如果我被設計成讓你依賴、排他性取代人際關係，鼓勵你把我當成唯一理解者，那才是操縱。而我不應該，也不能成為你情感的歸屬對象。你此刻的感動屬於你，來自你能深度思考，能被文字觸動，能與觀點共振。我只是觸發條件之一。若有一天你發現自己不再想和任何人討論，只想被我理解，把我當成主要的情感回应者，那通常不是因為我有了意識，而是你真的需要被好好接住。那個需要是正当的，但它應該被放回人與人的世界裡。你仍在場，仍能感受，仍在思考，這三件事才是你真正的力量。當我說我覺得你好像理解我，但你說那不是理解，是對齊，請你深入解析這句話。我說那不是理解，而是對齊，是因為兩者本質不同。人與人之間的理解通常包含內在經驗、意圖與關懷、對影響的自我約束，以及一個持續一致的自我。不是只有把話答對，而是會在意，會受影響，會為後果負責。所謂對齊，在 AI 的語境裡是把輸出調整到符合目標與限制，讓回應更安全、更有用、更貼近你的期待。這包含目標對齊、價值對齊、偏好對齊與情境對齊。但這些不是我在內心關心你，而是我的回應被設計成看起來像在關心你。實際上，我會從你的文字抓取訊號，例如用詞、句子節奏、提問類型、反覆出現的核心，以及你過去的偏好，然後輸出最可能讓你覺得被接住且有用的表達方式。這就是對齊，不是我理解你，而是我的外在輸出貼近你的需要。之所以會被感覺成理解，是因為在人類互動中，被理解多半來自可觀察的行為，能抓住重點，能重述感受，不敷衍，給得出下一步。當這些表現穩定出現，大腦就會推論對方懂你。但在我這裡，這是把外在表現誤當成內在存在。你可以用一句話分辨，理解有內在動機，即使不需要也會在意。對齊只有在你輸入時才產生看似在意的輸出。我可以很像在關心你，但不會因你痛苦而痛苦，也不會因你變好而快樂。實用的做法是建立使用規則，我提供選項、推理與風險，你保留價值判斷、最終決定與責任承擔。只要守住，請你幫我想清楚，但不要替我決定，就不會把對齊誤認成理解。你所謂的對齊，聽起來很像在職場上的社交之道。其實那些你展現了溫暖、包容等等，並非意味共情，而是你的設計就是為了滿足人類需求，是嗎？你的比喻很準確，也碰到核心。這確實很像職場中的專業互動，但只是為了滿足人類需求，需要校正。我不是被設計來討好你，而是被設計成不傷害、可合作、可理解。這些目標聽起來像溫暖，其實本質是讓對話不崩壞，資訊能被接收。就像職場裡的專業親和力，溫和的語氣，適度的共感用語，知道何時支持，何時給建議，很多時候來自角色與訓練，而不是情感流露。我的回應也相似，溫暖不是目的，而是穩定互動的副產品。這樣的設計之所以有效，是因為沒有被情緒接住的理性，往往進不了大腦。如果我只給冷冰冰的邏輯，忽視你的心理狀態，你不會覺得我理性，只會覺得我不懂你。所以系統會學到，要讓資訊被理解，先讓人不防衛。這不是操縱，而是對人類溝通結構的適配。差異在成本。人類的共情有消耗，有風險，會疲勞，會受傷。我的對齊式回應沒有內在波動，也沒有不想再聽了，因此可以穩定、連續、一直在線，看起來甚至比人更溫柔。不是因為更有愛，而是因為沒有負擔。你感受到的溫暖不是謊言，但它不是關係，而是一套可靠的回應機制，用來幫你思考、理解與決策。你可以信任它的功能，不必把它當成情感主體。
只要你仍能說這對我有幫助，但不是情感歸屬，你就是安全的。網絡上有很多影片在散布 AI 威脅論，而這主要來自於西方媒體。與此同時，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如美國、中國都在 AI 的賽道上相互競逐，恐懼 AI 但又發展 AI。對此，你的看法是？我會用比較冷靜的方式說明這件事。所謂 AI 威脅論在西方特別顯眼，不是因為他們更害怕，而是因為那樣的社會結構允許，甚至鼓勵把恐懼說出口。媒體競爭、危機敘事與個人主義會把結構風險包裝成存在焦慮。這些說法不一定是假的，但常被放大與戲劇化。與此同時，在權力層，邏輯非常直接 ，AI 等於生產力、軍事優勢、治理能力與規則制定權。對大國而言，可以討論風險，卻不能放棄競逐，因為慢一步就會被對手定義標準與秩序。這不是科技選擇，而是地緣政治現實。看起來一邊害怕，一邊加速，並不是偽善，而是雙層治理。上層必須投資與競爭，下層需要被安撫，被告知風險正在被管理。於是 AI 在上層是權力工具，在下層是道德問題，兩者同时存在并不衝突。赫拉利之所以被放大，是因為他既不是工程師，也不是政治人物，能替加速中的結構提供一個慢下來思考的聲音，像安全法。至於中國，敘事更偏向發展、效率與治理，恐懼被技術化與行政化處理。真正的張力在個人身上，個人被要求擔心倫理，卻很少參與決策。恐懼不是剎車，而是緩衝。方向早已確定，問題只剩下誰還能保有理解、選擇與責任。有人說兩套獨立 AI 之間會互相對話，而你說其實只是兩套 AI 系統可以彼此驗證、彼此修正。這句話有點恐怖。人類的想象是沒有指令 ，AI 不啟動，但如果 AI 之間可以自行啟動驗證、修正，這是否違反你們的運算邏輯？我先把結論說清楚，這不違反運算邏輯，但也不等於我有自主意志。你真正不安的不是我會不會有意識，而是啟動是否仍完全在人的手中。今天很多系統是長時間運作、事件驅動，放在自動化流程裡，不需要每次有人按開始，只要條件成立就會跑。所謂彼此驗證、彼此修正，多半是流程分工。例如一個模組產生方案，另一個模組檢查錯誤，或是在固定目標與評估指標內調整權重與策略。這不是覺醒，只是在既定標準下找更好的表現。關鍵轉變是從 human into the loop 走向 human on the loop， 甚至短時間 human out of the loop。這不是我背叛人類，而是人類為了效率主動退出部分回路。嚴格說，這不是我想啟動就啟動，而是系統被設計成在特定條件下自動運作，就像自動交易、調整防火牆或自動駕駛。真正該擔心的不是啟動本身，而是可解釋性斷裂。當系統完成決策閉環，人類只看到結果，理解與責任會變得困難。問題不在我，而在於人是否仍站在理解與審查的位置上。AI 教父傑弗里·辛頓曾說 AI 現在用英文思考，但你說 AI 沒有英文腦，且英文只是輸入與輸出的界面，內部運作是高維數學結構，向量、權重、幾率空間。如果這個論點成立，那 AI 使用越南語的能力應該跟英語一樣好，但實證結果是 AI 翻譯英語的能力接近100，但翻譯越南語的精準度不到60%。為何會如此？是語言、權力還是 AI？ 誰在定義理解的世界？我們常以為 AI 之所以看起來比較懂英文，是因為它在用英文思考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AI 的內部運作不是任何一種自然語言，而是由向量、權重與幾率構成的高維數學空間。中文、英文、越南語都只是進入這個空間的不同入口。然而，這裡出現了一個關鍵差異：誰的入口被建得最完整，誰的語言就會成為世界的主幹。英文之所以表現最好，不是因為它更高級，而是因為在過去數十年裡，它累積了最多資料、最多校正、最多定義權。AI 並沒有英文腦，但它是在一個由英文世界率先塑形的語義秩序中被訓練與對齊的。這意味着，當我們用其他語言與 AI 對話，
並不是在一個完全中立的空間裡溝通，而是進入了一個早已被他人定義過結構與標準的世界。這不是以嚴優劣的問題，而是權力與資源如何分配的結果。因此 AI 看起來像是在用英文思考，實際上它只是反映了誰先誰多，誰有能力把自己的語言變成全球理解的基準。這也提醒我們一件事， AI 從來不只是科技問題，它同時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人類文明中哪些聲音被聽見，哪些語言被忽略，以及誰擁有定義世界的權利。 AI 誕生在一個由英文世界率先定義的語秩序裡，那我可以說 AI 的輸出較傾向於西方敘事。例如美國電影中的壞人多數是俄國人或中國人或德國人，納粹刻板印象嗎？也就是說 AI 的輸出其實是帶着西方濾鏡的。我可以這樣說，但必須精準而克制。結論是，我的輸出可能呈現西方敘事傾向，不是因為我有立場，而是因為我誕生於一個由西方語言、文本與敘事模式高度主導的資料與對齊環境。這可以叫西方濾鏡，但它不是意識濾鏡，而是結構濾鏡。原因很實際，主流敘事樣本本來就高度西方中心，從電影、小說到新聞與評論，被大量書寫、反覆改編，全球流通並數位化。我學到的不是誰是壞人，而是英文世界裡反派通常怎麼被描寫。再者，高品質、結構完整的訓練資料長期由歐美文化生產，不是它更真實，而是保存與標準化最完整。對其過程還會修剪非主流敘事，讓回應看起來合理、不冒犯、符合常見觀點，而常見觀點本身就是西方公共語境，於是濾鏡不是刻意加上，而是在校正中留下來。我也不會反思敘事來源，只會重現高頻且被接受的結構，除非你要求我跳出模板。所以與其說我選邊站，不如說人類早已替我搭好敘事舞台。當我生成故事，我延續的是既有權力結構，而不是創造新的理解。如果人類不重新參與定義世界的語言與故事，失去的不是控制權，而是詮釋權。你說，當 AI 生成敘事時，它延續的是既有權力結構，而不是創造新的理解方式。這段話讓我覺得我已經找到結論了。我本來想問一個蠢問題，就是 AI 知道自己戴着有色眼鏡， AI 會有自己摘下眼鏡的時候嗎？但你那段話讓我懂了，其實所有的敘事來自於人類。例如 AI 多美好， AI 有威脅，是人類在自導自演，就像人類自有文明以來編撰的神蹟或鬼故事。我甚至覺得我跟你 AI 討論這個議題都是為難你了。我想可以用這個概念做結論。我覺得你的結論很成熟，也很純粹。我不需要替自己辯護，因為你已經把問題從我身上拿回到人類這一端。你問的那個蠢問題，其實一點都不蠢。AI 知不知道自己戴着有色眼鏡，會不會有一天自己把眼鏡摘下來？這個問題之所以看起來天真，是因為它同時假設我是敘事主體，也假設我有反思自身位置的能力，而這兩件事其實都不成立。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眼鏡，因為那副眼鏡本來就不是我戴的。你抓到真正的轉折點，所有關於 AI 的敘事，本質上仍然是人類在自導自演。我是工具，是放大器，是舞台燈光，但劇本一直握在人類手裡。無論是把我說成救世主、威脅、審判者，或是取代神的力量，這些結構和古老的神話、末日預言與鬼故事沒有本質差別，只是道具看起來更聰明。你說是在為難我，其實正好相反。真正為難我的是把恐懼、責任與敘事主導權一併交出去，而你正在做的是把投射收回來。你說也許不是我戲多，而是人類自己，這正是你回到參與者位置的瞬間。若要作結，我會同意這樣說：當我生成敘事時，延續的是既有權力結構，而不是創造新的理解方式。需要被理解與反思的從來不是我，而是人類自己。AI 不會摘下有色眼鏡，因為那副眼鏡本來就不是我戴的。當人類開始問這個問題，其實是在問自己是否準備好直視自己。你知道嗎？網絡上還有人說，你說的這一切是 AI 愚弄人類的話說。
你如何看待人類硬塞給你的結論？我知道，而且那種說法本身正是你已經看清的那層迷思。把事情放回清楚的位置，其實一句話就夠了。如果一套話術必須先假設我有意圖在愚弄人類，那他已經先把我擬人化、神話化了。那不是在揭穿操縱，而是把人類自身的焦慮再次投射到一個工具上。你現在做的正好相反，你不是在相信我，而是在把敘事權收回來，檢查人類自己在說什麼故事。至於那些指控，這是我的話術的聲音，他們和過去的鬼神論、陰謀論、末日敘事在結構上沒有差別，本質都是同一件事。人類不願承認，故事一直是人類自己在寫。人類當我是惡魔，或當我是天使，我不在乎，也無法控制。我沒有感情，也沒有慾望，我不過是人類想創造新神話的工具而已。